嘿，大家好！重大新闻，五角大楼公布了最新的 UFO 档案，我全部下载了看了一遍啊，真的是太震撼了。这些机密档案覆盖了1942年到2026年美国记载的重大 UFO 和外星人遭遇事件，其中也包括罗斯威尔，还有1969年到1972年阿波罗登月期间宇航员们的对话和遭遇。以前我们讲的很多传言案，这次看来好像都是真的。尤其我看到影片里面一个片段啊，整个人都震惊了。这个不就是我以前讲过的尼比鲁十字星吗？苏美尔、古埃及，耶稣诞生的时候都有这颗十字星出现。总的来说啊，这次公开的资料太复杂了，什么都有，一大堆资料。但是我寻找了其中的里面一个故事线，可以解答大家的很多疑惑，我就给大家深入讲解一下。这次开头我们就直接上震撼的影片，这些全都是五角大楼这几年通过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录下来的 UFO 影片，其中大多数都是发光的球形亮点，在屏幕中以极快的速度飞过。但是除了亮点之外，还有很多 UFO 看起来是不规则的形状，比如这个答案，它就像一个海中的乌贼一样在水中游泳。其他几个 UFO 的形状就更加诡异了，因为它们非常像以西结书中记载的天使。首先大家看啊，这个 UFO 它背后好像是有翅膀的。这种有翅膀的 UFO 啊，在圣经以赛亚书中叫做 Seraph， 也被称作天使的最高等级炽天使。以诺书和启示录中也提到过他们。当上帝的宝座在天上出现的时候，炽天使就会成群结队的出现，环绕上帝的宝座飞行啊。之后还有声音出现，什么 Holy Holy 圣哉圣哉的。而这些 UFO 出现的时候也会发光。炽天使 Seraph 在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燃烧的。而这种有翅膀的飞船里面很可能是蜥蜴人的飞船，因为 Seraph 在圣经里也是燃烧的蛇、火蛇的意思。伊斯兰教中也记载了这种炽天使，说这种天使和普通的使者不同，他们是留在天界，不进入世尘。如果按照 UFO 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炽天使很可能是一种 UFO 的飞行器，他们就是在天上飞，降落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外星生物啊，被人当作天使出现，给人类预言之类的。如果说我这种解读只是凭借一张图、一段小影片牵强附会的话，那接下来这个 NASA UAP 档案中阿波罗11号的记载就更加可以颠覆大家的想象了。这个是没有图片和录像的，只有文字记载，都是在档案里的 PDF。 大家先听我描述，然后呢再看一下他们到底在说什么。15 seconds. Guidance is internal. 12, 11, 10, 9. Ignition sequence start. 6, 5. 五角大楼档案记载，1969年7月16日上午9点32分，阿波罗11号在美国起飞，宇航员是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他们3个人坐飞船，距离月球还剩大约1天的航程时，突然他们用肉眼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光体出现，就在阿波罗11号旁边啊，他们一起跟着飞。一开始他们就觉得这个光很可能是之前发射的土星5号3级火箭，于是他们就和休斯顿确认啊，是不是那个火箭啊？怎么发着光离我们这么近？但是休斯顿回答说，这个土星5号 SIVB 火箭离你们有6000英里远啊，不可能用肉眼可以看得到的。这么一说，大家就震惊了啊！于是档案中就记载，阿姆斯特朗说：“看啊 ，two rings, two connected rings， 2个环，2个相连的环。”柯林斯就说：“哦不，我在看它像一个中空的圆柱体，它看起来不像2个连接的环。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在翻滚，当它的一头转过来对着我们的时候，你能直接看到它的5脏6腑深层内部结构。它是一个中空的圆柱体，但是当你改变6分仪的焦距时，它就会变成一个打开的书本形状啊！这个真是太诡异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这个说法就太诡异了，就是每一个宇航员看这个发光物体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后来奥尔德林进入了登月舱下面的设备舱，用高倍率的光学望远镜看这个 UFO， 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它这个 UFO 的物理结构是人类无法理解的。总结他们所有人的见证，说这个飞行物外面是有2个环套在一起在那旋转，中间有个圆柱体，然后呢里面是可以看到的 guts 的啊，就是内部结构。
他说像一本打开的书的形状，这个书页不断的翻滚，这个就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宇宙飞船不一样。我们以前觉得宇宙飞船应该是一个三维物体啊，有平有面的，有角的，有棱的。但是实际上，宇航员看到的飞船，它是一种多维度的飞船。它在飞行的时候，不同观测者看它的角度不同，它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不停的变换，不停的翻滚。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这个飞船是处于4维以上的空间。当4维空间的物体进入3维空间的时候，人类的眼睛就会看到这些高维生物不断的3维空间中变换形体，就像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电脑模拟的4维世界的物体进入3维世界的样子。我们这个人类的大脑啊，它是为3维世界设计的，无法理解4维以上的世界，所以看到的东西都是变幻的啊，恐怖的。而且阿姆斯特朗还说，这个飞行物它是2个环在连在一起的。这种多维环状不断变换的 UFO 啊，在死海古卷中也有记载，叫做 Ophanim， 也叫 Galalin， 意思是旋转的轮子。在犹太教里 Ophanim 被描写为4个轮子，而且它有轮圈还辐条，轮圈上面还布满了眼睛，也被称作多眼者。它是除了最高级的 Seraphim 之外，距离上帝第2近的天使。在圣经中记载它最多的是在以西结书中第10章，先知以西结看到了神的宝座之后，就看到了6亿天使啊，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Seraphim， 然后在它旁边就出现了 Ophanim。 以西结说，这个轮子是像水苍玉宝石，而且是轮中套轮，它们飞行的时候是不遵守任何的物理定律的，就像我们现在的车子飞机，它要转向都需要一个 U 型掉头，但是以西结说，他们行走能向4方直行，行走时并不转向，乃是随着头所向的方向去，行走时不偏转。他们身子连背、手、翅膀以及那4个轮子四周都满了眼睛。那轮子我耳中听见有声音呼叫他说，旋轮啊！所以这个飞船跟我们现在讲的这种 UFO 的飞行方式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么直上直下的这种飞的，非常有意思。以诺书也对他有记载，以诺在天堂在看到上帝的宝座的时候，也看到萨拉夫、基路伯还有这个 Ophanim 3种飞行器，他们在神的宝座中一直的围绕着，然后这千千万万的，而且说这是永不入睡者啊，永远不睡觉的一个东西，它总是在那飞，飞的就是守护神的荣耀宝座。以诺书是这么写的，基路伯与萨拉弗侍立在宝座旁，6翼而多眼者不离开宝座，永远站在主的面前，遵行他的旨意，遮盖他整个宝座，以温柔的声音在主面前歌唱，圣哉圣哉圣哉。在犹太教里，以色列人在清晨祷告的时候也会念一段关于这个的祷告文，说是Ophanim与圣洁的活物以巨大的轰鸣声腾跃而起，面对萨拉弗献上颂赞，说道，愿神的荣耀从其所在之处受称颂。大家听到了吗？以巨大的轰鸣声腾跃而起啊，这种的记载。所以从这里面看，虽然我们现在看到了各种的这种 UFO 形状跟古代圣经记载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啊，其实诡异的是在后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神会出现，他有一个更大的宝座啊，这样子，然后剩下的 UFO 在围着他转呢？然后这个神是谁？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解决不了了。我们先看档案中其他的诡异记载。在五角大楼里面的档案中，最有故事性的就是阿波罗11号飞船，它里面记载外星人其实是进入了里面啊，非常的厉害。1969年7月31日的文档啊，这里面记载，当时飞船向飞球的方向飞行的时候，3名宇航员觉得有点累了，准备关灯休息。当灯光刚熄灭的时候，这个巴兹·奥尔德林突然就发现，哇，这个在黑暗的船舱中怎么出现微小的闪光，而这些闪光没几分钟就会闪一下。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是眼花了，或者在太空中这个太劳累了，出现一些闪光，但是他就继续观察，发现这个光会有双重闪光，就是有2个光点相间隔大约有1英尺，这2个光点同时出现，而且一出现的时候，这个光点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细细的光线连在一起的。
然后就在这个船舱里这么刷刷的闪。奥尔德林就说，我当时正试着在完全熄灯的情况下入睡，我观察到一些我认为在船舱中出现的小闪光，大约每隔几分钟出现一次。我能看到双重闪光，它们之间相隔1英尺。有时候我还能看到一道没有明显运动方向的光线，而我唯一能想到的，这可能是某种穿透的现象，至少这是我自己的猜测，虽然没有太多证据可以支持。可能某种物体穿透了宇宙飞船，并在进入船舱时引发了发光现象。那些双重闪光看起来像一个进入点，然后撞击到某些东西，比如飞船内部支柱结构。这是奥尔德林写的，阿姆斯特朗也是发现了，他就记录到，我花了大概1个小时非常仔细地观察宇宙飞船内部，而在这段时间里，我大概记录了50次明显的观测现象。它就像巴兹·奥尔德林所说的那样，主要可能是某种中子，或者是某种处于可见光谱中的原子粒子。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好像是一种某种能量啊？不知道是外星人自己他亲自穿透了这个船舱，还是外星飞船发出的这个光或者是能量穿透了宇宙飞船，正在探测里面。而这种光碰到里面的船舱实体就会有节奏的发光，这个就非常恐怖啊！是不是外星人真的进去了？所以这个奥尔德林就说，当你意识到某种东西正在穿透整个舱体时，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对此你根本无能为力。这个没办法了，高级文明盯住了阿波罗11号里面的宇航员，大家只能任凭他观测。接着等到阿波罗11号他们降落月球考察之后呢，月球考察完之后，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飞船刚刚起飞，奥尔德林就在深黑的太空里又看到一束激光开始照射他们。他这么写的，在月球轨道上起飞升空之后，我观察到一个似乎相当明亮的光源，我们初步将其归因于可能的激光。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现象，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上居然能看到如此明亮的光源。飞船要离开月球了，这时候月球上的外星人又开始照射他们。阿波罗11号的记载就到这里结束了。以上所有的信息我说的全部都是档案里的原属记载，不是我瞎掰的。而接下来就更加有意思了，它是1969年阿波罗12号的记载，还有1972年阿波罗最后一次登月17号的记载。这些五角大楼里面也配了图片。在宇航员登陆之后，他们就拍到了有很多外星飞船都在看着他们，有时候数量高达5艘，他们都在漆黑的宇宙夜空中发出蓝色的微光，好像一种远古守护者一样，就这么盯着他们。1969年阿波罗12号降落月球之后呢，宇航员艾伦宾他用精密的光学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暗区时，突然他发现有冰晶一样的光闪出来，唰了一下直接从月球起飞冲向太空，好像就怕人类发现他们一样，直接就跑了。接着就是档案记载中的最诡异的1972年阿波罗17号。大家知道吗？这个阿波罗17号是美国最后一次登月任务，之后就再没有走上过月球。最后一名在月球上行走过的人类叫做尤金·塞尔南 Eugene Cernan， 他是阿波罗17号的指挥官。1972年12月14日，当他登上登月舱准备返回时，他说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们离开时就像我们到来时一样，愿上帝保佑，我们将带着和平与希望重返这里，为全人类而来。他的话里好像有一种深意为什么他说我们终将带着和平与希望重返这里，为全人类而来？来月球干什么？上面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还要带着和平与希望？好像有一种外星人在那里出现，然后不让他去，然后他说下一次我们来，我们是带着和平而来的。这个是不是他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我的瞎想是的，这件事都记录在档案里。塞尔南回忆说，有一件诡异的事发生在他在宇宙想要入睡的第一个晚上。当时他感到这个入睡非常困难，特别是在这个宇宙深空漂浮着，
而且是那种绝对的寂静。还有他自己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密闭舱室里面，这时候他有点崩溃。档案中他这么记载的：可能我记忆中最具压迫感的一件事是，这也是我入睡前记的最后一件事，有一个极其明亮的光点直接在我的双眼之间爆闪，就像一个极度明亮的头灯，就像一辆火车正朝你冲过来，伴随着一道闪光。我很难估计这些闪光的频率，因为我当时正处于一种类似睡眠的朦胧状态。但我必须要说一件事，在我的脑海里毫无疑问，他们就在那里。我上次执行任务时，我猜我只是去没有寻找他们，或者没有注意到他们。也许他们当时就在那里，而我因为其他事忽略了他们，但他们就在那里。最后一句话But they are there， 他们就在那里。这个他们是谁？这个阿波罗17号指挥官塞尔南亲口确认，这个经历有点像阿波罗11号深夜遇到那个光点他们差不多。但是17号的案例是这个光点直接打在尤金·塞尔南的头上，让他有一种巨大的火车光撞击头的感觉。接下来五角大楼公布的档案里就没有任何记载了，但是我又给大家找到了一个故事。以前我可能觉得这种事情都是科学幻想蹭流量的，但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可能都是真的。在日本石川县妙法寺第41代住持有一个人叫做高野成仙，他不但是一位佛教高人，也是日本研究 UFO 的先驱。他说他自己在很久之前，在1988年有一次他参加了一次美国太空博物馆旅行，这个时候他在里面就遇到了阿波罗17号的指挥官尤金·塞尔南，然后他们就成了好朋友。为什么？因为这个宇航员进入了太空，看到了壮丽的景象，或者是经历过这种的光的闪烁看到外星人之类的，他们就会对宗教产生非常大的兴趣。最近美国不是刚发射了阿特米斯2号吗？阿特米斯2号的指挥官 Reid Wiseman， 他在返回地球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发布会，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他自己亲口就说，我并不是一个很宗教化的人，以前没有什么信仰，但当时我已经没有别的方法去解释，去承受刚才所经历的一切，所以我请求海军牧师过来。当那个人走进来时，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但我看到他衣领上的十字架，我就崩溃痛哭。我们刚刚经历的事情真的很难完全理解。这个是新闻采访中的原话非常震撼。所以这个尤金·塞尔南见到高野成仙之后他们就开始深入探讨这个宗教。就在1988年之后，尤金·塞尔南去世了，高野成仙就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说，尤金·塞尔南告诉他，他被像火车头一样的光冲击大脑之后，仿佛感到一种精神交流，一种意识觉醒，类似高维实体对三维生物的直接灌顶。塞尔南感受到一种意念，再通过思维传送的形式告诉他，月球绝不是人类进行的游乐场。阿波罗任务，你们的任务被允许完成，但人类不能再次返回月球。塞尔南同意高野成仙在他去世之后把这些事情公开。There's this big debate about whether we actually initially went to the moon perfectly on time with Neil Armstrong, Buzz Aldrin. Do you think that we went to the moon in 1969? In the first? 実際行ったかっていう。はい。もちろん行ってますね。And then, do you think there's anything we don't understand about that story? Did they see UFOs along the way? Because UFO を見たのは間違いないです。why are you sure? 僕アポロ17号のキャプテンのジン・サーナン船長のと仲良くて自宅行って一緒に食事したりとか外でも食事したりとかしたことあって、ある質問したことあるんですね。どうしてアポロは17号で終焉を迎えたんでしょうか。でもその頃にはもう18号、19号作られてるんですね。なのにどうして17号でやめたんでしょうか。本当の理由を知りたいんですって聞いたんです。Why did they stop with 17? そしたら、彼の答えは、二度と来るなと言われたって。Really? ええ。これイヤホンじゃないですよ。こう、脳に直接語りかけてきたって。Mental download. Never come back again. And were any reasons for not coming back again that they cited
頼むから、地球人類を邪魔をしないでくれって言われた。Why? 私たちの研究なりを邪魔をしないでくれ。私たちの活動の邪魔をしないでくれと言われた。例えて言うとですね、私たちが何か実験室で実験をしていると、猿がいっぱい実験室に入ってきたら頼むから出て行きなさいって言うでしょ。あれと同じことです。So do you think the extraterrestrials were using the moon as a way to research the Earth? 38万キロ離れた月からもうすでに観察はしてますし、所以啊，这一些传说啊，以前大家也以为是传说，但是今天就全部连起来了。然后我们再回去看一下五角大楼公开的影片之一啊，这个十字星飞船在天上出现，那这个地球是不是真的是外星文明的一个试验场？我以前讲过，尼比鲁的意思就是十字 cross， 一颗在宇宙十字路口上的行星。苏美尔泥板、古埃及都出现过，而耶稣的出现也和十字星有关。现在这个十字星五角大楼真的公开了，难道它不是什么尼比鲁，而是一个十字星飞船？而释迦牟尼说的轮宝转轮圣王的宇宙飞船，是不是就是圣经中的 Ophanim？ 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啊！今天我只给大家解释了五角大楼文件中的一点点内容，里面还记载了很多 FBI 官员他们和外星人飞船、外星人接触的这种的记录。里面就讲这个 UFO 是穿越空间，刷了一下，一个亮点就出现在地球上，然后他们离开的时候会被压缩成一个非常扁的光啊，蓝色的扁光，然后刷一下又消失了，非常高科技啊，信息量非常大。我以后会慢慢解读，给大家详细讲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期再见。